给我查，收购公司80%股份的神秘大佬是谁？沈墨琛的吼声从总裁办公室传出来，整层楼的人都听见了。新来的实习生端着咖啡杯站在走廊里，被这声怒吼吓得差点把杯子摔了。他悄悄拉住旁边的同事，小声问：沈总怎么了？同事压低声音：咱们公司被人收购了，80%的股份，就今天上午的事。什么人这么厉害？不知道，沈总现在正让人查呢。办公室内，秘书林小云站在沈墨琛面前，手抖得厉害。他手里拿着几份文件，最上面那份是今天上午刚从天启资本传真过来的股权变动确认函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沈总，对方说，天启资本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林婉女士。沈墨琛愣住了。谁？林小云觉得自己快要站不住了，她深吸一口气，把文件放在办公桌上，然后后退一步，才敢开口：就是您的妻子，今天早上刚和您签完离婚协议的林婉女士。沈墨琛没有动，她坐在那张意大利进口的真皮办公椅上，脊背僵直，手里的签字笔掉在桌上，又滚到地上。那支笔是他去年生日时林婉送给他的，万宝龙限量版，花了他3个月的工资。他当时说什么来着？浪费钱。你懂什么牌子的笔？以后别瞎买。他现在不记得了。他盯着林小云，像是没听懂他说的话，又像是听懂了但拒绝接受。过了很久，他才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：你再说一遍。林小云没敢再说，他只是指了指桌上的文件。沈墨琛慢慢低下头，目光落在那份确认函上，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瞳孔却在收缩。他看着那个名字，呼吸越来越急促，胸口像是被人狠狠擂了一拳。林婉，这个名字在他生活里出现了7年，7年来，他从来没觉得这2个字有什么分量。她不过是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女人，没什么文化，没什么见识，唯一的长处就是勤快，像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他对她的评价仅此而已。可现在，这个名字出现在一份价值几十亿的股权确认函上，80%的股份，意味着沈氏集团已经不再姓沈了，他姓林。沈墨琛猛地站起来，带翻了桌上的咖啡杯，褐色的液体泼洒出来，浸湿了那份离婚协议书。女方签名栏里，林婉2个字被咖啡因的模糊起来，像一滴墨化开了。不可能。他声音嘶哑，抬头看着林小云，眼睛赤红。他连股票账户都没开过，他哪来的钱？哪来的渠道？你们是不是被人骗了？是不是天启资本在搞鬼？林小云摇头：沈总，我反复确认过了。天启资本的法务部门说，他们的大股东确实是林婉女士，持股比例 99.8%， 而且他们已经向证监部门提交了备案。这件事不会假。沈墨琛不说话了，他站在那里像一尊石像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在他脸上投下一片阴影。他穿着的深灰色西装是苏曼曼给他挑的，领带是苏曼曼给他系的，甚至连袖扣都是苏曼曼买的。他想起来了，这套衣服是苏曼曼陪他去买的。那时候林婉还没走，还住在家里。他记得那天出门前，林婉站在玄关，手里拿着他那件旧外套，小声说：你胃不好，今天降温，多穿点。他头也没回，说知道了，然后穿着苏曼曼买的新西装出了门。现在他穿着这套新衣服，站在被前妻收购的公司里，感觉自己像个笑话。
沈总，现在怎么办？林小云小心翼翼地问。天启资本的人已经通知了，明天要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公司的几个主要股东都在等您的回应。沈墨琛没有回答，他拿起那份文件撕了个粉碎，纸屑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，像下了一场雪。他踩在纸屑上，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这座他经营了10几年的城市。他用了10几年时间，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变成了这座城市最有权势的人之一。他以为他可以掌控一切，包括那个乡下女人的命运。现在他知道了，他什么都掌控不了。给我找到他。他开口，声音冷得像从冰窖里传出来的。现在，立刻找到林婉，我要见他。林小云领命出去了。沈墨琛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站了很久，他掏出手机给林婉打电话，电话响了几声，被挂断了。他又打，又被挂断。他不死心，发了一条短信：你在哪里？我们谈谈。没有回复。他把手机摔在沙发上，又捡起来，找出另一个号码拨了出去。那是他手下最好的一家侦探社的联系人。帮我查一个人。林婉。对，我老婆。查他这半年所有的行踪，查他的银行流水，查他跟谁联系过，查他的资金往来。我要知道他哪来的钱。挂了电话，他跌坐进沙发里，把脸埋进掌心。他忽然想起今天早上，他坐在餐桌前，等着林婉给他端早餐。林婉像往常一样，煎了鸡蛋，热了牛奶，烤了面包。他把早餐放在他面前，然后坐在对面，安安静静的开始吃饭。他一边吃一边看手机。苏曼曼发来消息，说在民政局门口等他，让他快点。他放下手机，对林婉说：快点吃，吃完去把手续办了。林婉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他今天没有像往常一样问他能不能再谈谈，也没有哭，甚至没有露出任何难过的表情。他只是点了点头，说好。他当时还觉得奇怪，这女人今天怎么这么听话？现在他明白了，他早就准备好了。吃过饭，林婉去洗碗，他坐在沙发上等他。他洗了碗，擦了厨房，又去卧室换了衣服。出来的时候，他穿着一件旧衬衫，一条布裤，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布鞋。他手里拎着一个帆布包，里面鼓鼓囊囊的。他皱了皱眉，你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他笑了笑，说办完手续我就不回来了。他当时心里还高兴了一下，这女人终于想通了，不哭不闹，省了他不少麻烦。他们一起去了民政局，离婚手续很快，签字、盖章、拿证，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。出了民政局，他给苏曼曼发消息，办好了。苏曼曼秒回，恭喜老公。他笑了一下，转头看向林婉。他已经走了，拎着那个破帆布包，一个人走在林荫道上。他的背影有些单薄，脚步却很稳。他当时想，这女人还算识相。现在他知道了，识相的不是他，是他自己。他沈墨琛就像一个傻子，高高兴兴的给人家腾了位置，还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占了便宜。手机响了起来，是苏曼曼的来电。他看了一眼，挂断了。手机又响了，还是苏曼曼。他索性关了机。他现在没有心情应付任何人，他只想找到林婉。此刻，城市另一端，一间安静的咖啡馆里，林婉正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放着一杯不加糖的美式咖啡。他换了一身衣服，不再是早上那件旧衬衫，而是一件剪裁利落的白色真丝上衣，配着一条黑色阔腿裤。
头发也不再是马尾，而是松松散散的披在肩头。他的脸上施了淡妆，眉形细长，唇色是温柔的豆沙色。他看起来和7年前截然不同，但又不让人觉得陌生，仿佛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只是被什么东西遮住了，现在终于露了出来。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，他是天启资本的 CEO 陈立成，也是林婉这些年最信任的合作伙伴。林总，沈墨琛的人已经来问过了。陈立成说，我都按你的意思透露了该透露的，他现在的情绪应该不太稳定。林婉端起咖啡，轻轻抿了一口，他的情绪从来就没稳定过。他放下杯子，声音平淡，7年前他跪在我面前求我嫁给他，情绪也不稳定。半年前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知好歹，情绪也不稳定。如今知道公司没了，他当然不会稳定。陈立成笑了笑，林总说的是，不过沈墨琛这人不简单，他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不会轻易认输。明天股东大会，他可能会有所动作。他还能有什么动作？林婉反问，目光平静。80%的股份在我们手里，这就是最大的底牌。他还能翻出什么浪来？话虽如此，还是小心为上。陈立成推了推眼镜，沈墨琛手底下有几个律师，挺能折腾的。他可能会从程序上做文章，拖延时间。林婉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有打算给他反应的时间。明天股东大会上，我会直接宣布几项人事任免，沈墨琛的职务以及他那些心腹的职务一起撤掉，不给他留任何翻盘的机会。陈立成看着林婉，眼里闪过一丝欣赏。他和林婉合作了3年，3年前这个女人找到他，说要一起做点事情。他当时只当他在开玩笑，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能做什么？但很快他就被林婉的魄力折服了。他做事果断，思维缜密，尤其擅长在复杂的信息中找出规律。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和韧性，从不抱怨，从不退缩。他像一块被水打磨了多年的石头，外表温润，内里却坚硬无比。这3年来，他们一起做了很多项目，积累了大量财富和资源。沈氏集团的股份，就是他们花了近2年时间，通过数十家离岸公司、基金、信托，一点点从2级市场和中小股东手里收购来的。2年的时间，悄无声息地吃下了一家上市公司80%的股份。这种手笔在资本市场上堪称神话，而创造这个神话的人，此刻就坐在咖啡馆里，安静地喝着咖啡，像在等待一场早已注定结局的牌局。明天之后，沈氏集团这个名字就该改一改了。林婉说，陈总，新的公司名称你想好了吗？陈立成笑道，当然，就叫婉晨集团，林总的婉，星辰的辰，新的开始，新的气象。林婉没有反对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。窗外的阳光很好，洒在街边，梧桐树的影子投在玻璃上，斑驳陆离。林婉看着那些光影，忽然想起7年前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的情景。那天沈墨琛去车站接他，他穿着自己最好看的一件衣服，那是一件红色的碎花连衣裙，是他攒了2个月的钱在镇上裁缝店做的。他坐在火车上，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越来越近，心里又紧张又期待。他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，他不知道这是痛苦的序章。林婉出生在西南山区一个叫毛坪村的地方，那里山路18弯，村里人住的大多是土坯房。
林婉家住在半山腰，3间瓦房，下雨天漏雨，刮风天漏风。她上面有2个姐姐，下面有1个弟弟。她是老3，夹在中间，最不受重视。但林婉从小就聪明，她5岁就能帮家里放牛，7岁就会做饭，10岁的时候已经能把全家人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她读书也厉害，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1名。老师常夸她，说这女娃子要是生在城里，将来准能考个好大学。林婉也这么想，她做梦都想走出大山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可命运没给她这个机会。16岁那年，父亲上山砍柴摔断了腿，家里的顶梁柱塌了。母亲一个人撑不住，就把2个姐姐都嫁了出去，收了些彩礼，勉强维持生计。林婉那年刚考上县城的重点高中，可母亲说，女娃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？回来帮着干活，过2年也寻个人家嫁了。林婉哭了3天，还是把录取通知书收进了枕头底下，扛起锄头下了地。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直到24岁那年，一个叫沈墨琛的大学生来到了毛坪村，那是他生命里最亮的一道光。沈墨琛是跟着导师来做扶贫调研的，他穿着白衬衫、黑西裤，脚上是一双沾满泥的运动鞋。他长得好看，说话带着城里人的腔调，对谁都客客气气的。村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都偷偷看他，林婉也是。但他不敢想，他知道这样的男人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命运却偏偏安排他们相遇了。那天，林婉从地里回来，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，看见沈墨琛一个人坐在树下，腿上缠着纱布。他摔伤了，走不了路。林婉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上前问，你要不要紧？沈墨琛抬头看他，笑了，没事，就是扭伤了。你能扶我一把吗？林婉把他扶回了自己家。那天之后，沈墨琛就在他家暂住下来养伤。那1个星期是林婉这辈子最珍贵的记忆。他每天给沈墨琛换药、做饭、洗衣服。沈墨琛给他讲城里的故事，讲他的理想，讲他以后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。林婉坐在旁边，拖着下巴听他说话，眼睛亮亮的。沈墨琛走的前一天晚上，他们坐在院子里看星星。山里的星星又大又亮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钻。沈墨琛说，林婉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大山。林婉低着头说，我走不出去的，我爸妈让我嫁人。沈墨琛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握住他的手，认真的说，你等我，等我毕业了，我回来找你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林婉看着他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他信了。沈墨琛走后，林婉等了3年。这3年里，他拒绝了所有上门提亲的人。母亲骂他不知好歹，父亲气得要打他，但他就是咬牙撑着。他把沈墨琛留给他的那盒巧克力藏在枕头底下，每天睡觉前都摸一摸，告诉自己他会回来的。3年后，他真的回来了。他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，停在他家那棵老槐树下。他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比3年前更精神了。他站在车旁，看着他，笑得还是那么温柔。林婉，我来接你了。林婉以为自己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。他跟着他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，成了他的妻子。沈墨琛没有给他办婚礼，他说他现在事业刚起步，没时间也没钱，等以后稳定了，再给他补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林婉信了。沈墨琛也没有给他买戒指，他说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不如踏踏实实过日子。林婉也信了。他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张结婚证，
和一颗满腔爱意的心。结婚后，林婉才知道沈墨琛家里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沈墨琛的父亲以前是个小商贩，母亲是个小学老师，家境不算大富大贵，但比林婉家好太多了。沈墨琛的母亲王桂芬是个精明厉害的女人，从林婉进门的第一天起就没给过她好脸色。一个穷山沟里出来的丫头，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攀上我儿子。王桂芬当着林婉的面对邻居这样说。林婉听到了，心里像被针扎一样，但她没说话。她想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，只要她好好过日子，婆婆总会接受她的。她更加卖力的干活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早餐，然后伺候一家人吃早饭。沈墨琛去上班后，她就开始做家务，拖地、洗衣服、买菜、做饭。王桂芬爱干净，地板要擦3遍，衣服要用手搓，饭菜要4菜1汤，营养均衡。林婉都做到了，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，就能换来一丝尊重。她错了。王桂芬对她的挑剔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嫌她做的菜咸了，嫌她熨的衣服不挺刮，嫌她说话有口音，嫌她上不得台面。林婉改了一遍又一遍，但总有新的问题出现。沈墨琛对这些视而不见。他知道母亲在刁难林婉，但他从不说一句话。在他心里，母亲永远是对的。林婉受点委屈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林婉慢慢明白了，在这个家里，他就是一个外人。但他还是不想放弃，因为他爱沈墨琛。沈墨琛的公司越做越大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他经常出差，一出去就是10天半月，即使回家，也总是疲惫不堪，没什么话跟他说。林婉想跟他聊聊，他总是不耐烦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懂什么？林婉闭嘴了。他开始学着做一个合格的贤内助。他报了烹饪班，学做各种菜系。他看时尚杂志，学着给沈墨琛搭配衣服。他甚至偷偷学英语，希望有一天能帮上他的忙。但沈墨琛从没看见过，他的目光从来不在他身上停留。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半年前。那天，林婉在商场里买菜，他看见沈墨琛的车停在路边，就多看了一眼。他看见沈墨琛从车上下来，然后绕过车头，给副驾驶座的女人开门。那个女人他认识，苏曼曼，沈墨琛的青梅竹马。林婉在沈家的相册里见过她。苏曼曼挽着沈墨琛的胳膊，笑得娇媚。沈墨琛低头看她，眼神里那种温柔，林婉从未在丈夫眼中见过。她没有上前，也没有质问，她只是站在人群里，看着他们走远。那天晚上，沈墨琛很晚才回家，林婉坐在客厅里等他。今天在商场，林婉开口，声音有些抖。什么商场？沈墨琛换着拖鞋，头也不抬。我看到你和苏曼曼。沈墨琛的动作顿了一下，然后他直起身，看着林婉。他的眼神很平静，没有惊讶，也没有慌张，像在听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。你想说什么？他问。林婉心里一痛，他希望他否认，哪怕骗他一下也好，可他没有。你们是不是？林婉说不下去。沈墨琛冷哼了一声。林婉，这些年你在家里吃我的穿我的，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苏曼曼的事，你有什么资格过问？林婉像被泼了一盆冰水，她站在原地，浑身发凉。我们离婚吧。她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平静的不像自己。沈墨琛看着她，笑了。离婚？可以。净身出户，1分钱也别想拿走。他转身进了书房，
砰地关上门。林婉站在客厅里，像一尊没了灵魂的木偶。他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站了多久。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快亮了。他走进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，把脸埋进冰冷的水里。他在心里对自己说：林婉，从今天起，你不能再哭了。那天之后，他开始行动。他用沈墨琛给他的家用做了一笔小生意。他在网上卖起了家乡的土特产，先是卖给同小区的人，后来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。他的东西好，人又实诚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他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有做电商的，有做金融的，有做媒体的。他像一块海绵，疯狂地吸收着知识。他看书、上课，参加各种沙龙。他开始学着投资，从基金到股票，从债券到期货。他亏过钱，但他从不气馁。每一次失败，他都当成交学费。他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后来，他遇到了陈立成。那时候，陈立成在天启资本做一个小合伙人，手里管着几个项目。林婉找到了他，拿出了一份详细的行业分析报告，然后说：我想和你合作。陈立成看完那份报告，看了他很久，然后说：你这个人不简单。从那天起，他们成了合作伙伴。林婉用自己和陈立成共同的资源，成立了多家离岸公司，开始有计划的收购沈氏集团的股份。他选了10几家看起来互不关联的壳公司，分散持股，避免触发信息披露。他用了2年时间，一点一点的从二级市场和中小股东手里拿下了80%的股份。这期间，沈墨琛毫不知情。他依然每天忙着他的生意，陪着他的苏曼曼，偶尔回家对林婉呼来喝去。他永远不会知道，他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妻子正在静静地织一张大网，等他跳进来。现在网已经收口了。第2天上午，沈氏集团总部。今天的股东大会气氛和往常完全不同。沈墨琛一夜没睡，眼下乌青，胡子也没刮，整个人看起来颓唐而狼狈。他换了一身黑色西装，系了一条暗红色的领带，那是他7年前创业成功时系的那条。他希望这条领带能给他带来一点好运。他坐在主位上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门口。他知道林婉会来。他昨晚找了很多人。他打电话给他的律师，问有没有办法阻止林婉。律师说对方是合法股东，程序上没有问题。他打电话给他的老股东，想联合他们对抗。可那些老狐狸一个个推3阻4，谁也不敢出头。他打电话给苏曼曼的父亲，想借点资金周转。对方说苏家最近手头也紧。沈墨琛一夜之间尝尽了人情冷暖。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到底得罪了多少人。可他还不打算认输。他手里还有几张底牌。他在公司经营多年，管理层全是他的人。就算林婉拿到了股份，想要真正掌控公司也没那么容易。只要管理层站在他这边，他就能跟林婉周旋。他相信那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不会背叛他。上午10点，林婉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门口。他今天穿了一套白色西装，里面是黑色 V 领内搭，下面是一条同色系的白色西裤，脚踩一双细跟尖头鞋。他的头发盘了起来，露出修长的天鹅颈。他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眉眼清冷，气场强大，和7年前那个怯生生的乡下女人判若两人。他身后跟着陈立成，还有2位穿着职业装的女性，看起来像是律师或助理。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
都聚集在他身上。有人惊讶，有人疑惑，有人低头窃窃私语。林婉目不斜视地走到会议桌中央的位置坐下，和沈墨琛面对面。两个人之间隔着长长的会议桌，像隔了7年的时光。沈总，又见面了。林婉微微一笑，声音清朗。哦，对了，过了今天，你可能就不是沈总了。沈墨琛脸色阴沉，没有回应他的话。林婉也不在意，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，说：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今天的会议主要是为了讨论沈氏集团的未来。我作为公司的最大股东，有几项重要的决定要和大家宣布。等等，沈墨琛打断他，声音冷硬。林婉，就算你持股80%，你也是公司股东。按照公司章程，股东无权直接任免高管。你这么做不合规矩。林婉笑了，他看向沈墨琛，眼里满是嘲讽。沈总，你大概忘了，你手里只有12%的股份，而其他小股东大部分都已经和我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，所以在董事会层面，我的票数足够通过任何议案。至于你说的不合规矩，我可以让律师慢慢跟你解释。他说完，从包里拿出几份文件，递给旁边的助手。助手起身，把文件分发给在座众人。这是公司新的董事会成员名单。林婉说，原来的董事会成员大部分都已经提交了辞呈，新的董事将由我亲自任命。沈墨琛先生，你已经不在名单里了。沈墨琛拿起名单看了一眼，脸色骤变。名单上他的那些心腹一个不剩，取而代之的全是一些他不认识的名字。而新一届董事会的主席赫然写着林婉。你，沈墨琛怒极反笑，你好大的手笔，勾结外人，把我踢出局。林婉，你真是好手段。林婉没有理会他的愤怒。沈先生，你应该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他看着沈墨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你以为你做过的事可以永远藏着吗？沈墨琛的表情僵了一瞬。你什么意思？他问。林婉没有回答，他看向门口，说，进来吧。会议室的门开了，两个穿着制服的人走了进来。沈墨琛先生，我们是市局经侦支队的，你涉嫌挪用公司资金、商业贿赂以及非法侵占他人财产，请你配合调查。为首的警官出示了证件和传唤通知书。沈墨琛脸色煞白，他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向后滑出去很远。他瞪着林婉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嘴唇颤抖。是你报的警。林婉看着他，目光平静如水。沈墨琛，你做的事总该有人来承担责任。公司的账我已经请人查过了，过去5年，你通过虚报项目、关联交易、做假账等方式挪走了至少几个亿，这些钱的去向需要你亲自向警方解释。沈墨琛的腿一软，差点跌坐在地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那2个警官走上前，一左一右站在他身边。其中一个说，沈先生，请吧。沈墨琛没有动，他死死盯着林婉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。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落到这个地步。他以为他最大的麻烦只是被踢出公司，可他不知道，林婉已经把他的后路全部堵死了。林婉，你真是我的好妻子。沈墨琛忽然笑了，笑得狰狞而绝望。我当年真不该把你从那个穷山沟带出来。林婉迎着他的目光，毫不退缩。沈墨琛，你错了。他说，那个穷山沟是我的来处，不是我的牢笼。这些年，我不是你带出来的。
我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你只是恰好出现在了我人生的某个路口，给了我一束光。可后来，你亲手把光熄灭了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微微发紧。现在轮到我了。沈墨琛被带走了。他被铐着手铐从会议室带出去的时候，整层楼的人都看见了。他低着头，狼狈不堪，像一条被抽去了脊梁骨的狗。林婉站在会议室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。他的眼眶微微泛红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会议继续进行，在陈立成的主持下，新的董事会选举、公司更名、管理层任免等事宜一一敲定。沈氏集团正式更名为婉晨集团。林婉出任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。当天下午，婉晨集团发布公告，宣布管理层变更及公司更名事项。公告末尾有一句话：公司的新征程从今天开始。沈墨琛被带走了，但林婉知道他没那么容易倒下。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钻营和交易，他手里还攥着一些关系和人脉，只要给他一点缝隙，他就会像条泥鳅一样溜走。所以林婉把证据做得很实，挪用资金、关联交易、做假账、商业贿赂，每一条都附有确凿的凭证，时间、金额、流向清晰到不容辩驳。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私下说，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完整的举报材料了，简直可以直接当教科书。但沈墨琛还是被取保候审了。是苏曼曼的父亲苏国栋托了关系，花了钱把人捞出来的。苏国栋虽然看不上沈墨琛，但架不住女儿天天闹，只好出面。沈墨琛出来的那天，天色阴沉，像要下雨。他站在看守所门口，脸色灰败，胡子拉碴。苏曼曼开着车来接他，远远看见他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墨琛，他跑过去，一把抱住他，你受苦了。沈墨琛没有说话，只是木然地拍了拍他的背。苏曼曼拉开车门，让他上车。车里，苏国栋坐在后座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先回家。苏国栋说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苏曼曼开车，沈墨琛坐在副驾驶，一路无话。回到苏家，苏国栋把沈墨琛叫进书房。他点了一支烟，吸了2口，才开口，沈墨琛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？沈墨琛坐在对面，低着头不说话。你惹上的人不简单。苏国栋弹了弹烟灰，那个林婉现在手里握着你公司80%的股份，还有你所有的犯罪证据。他要是想把你送进去，你根本躲不掉。沈墨琛终于抬头，声音沙哑，伯父，我知道，我不甘心，我想翻盘。翻盘？苏国栋嗤笑一声，你拿什么翻盘？沈氏集团已经改姓了，你名下的资产被冻结，你的人脉都在观望，你现在就是一条落水狗，谁见谁躲。沈墨琛脸色铁青，牙关紧咬。我知道你想让曼曼帮你。苏国栋继续说，但你要明白，苏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不能为了你把整个苏家搭进去。沈墨琛猛地抬头，伯父，你什么意思？苏国栋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，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沈墨琛，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想从苏家拿钱，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跟曼曼的事必须有个说法。现在你离了婚，名下没1分钱，还要吃官司，我不能让曼曼跟着你受苦。你想让我帮你，就得拿出诚意来。沈墨琛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我会娶曼曼，等风波过去，我重新开始。苏国栋转过身，看了他一眼，
重新开始。你以为林婉会给你这个机会？他的目的就是把你踩死。沈墨琛不说话了，他不知道林婉到底有多恨他，也不知道林婉到底布了多少局。他只知道自己陷进了一个巨大的泥潭里，越挣扎陷得越深。从苏家书房出来，苏曼曼拉着他的手，小声说：墨琛，别担心，我会帮你的。我爸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不会不管你的。沈墨琛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他想起林婉，那个女人从来不这样，她总是默默做事，从不表功。他累的时候，他给他放洗澡水；他病了，他整夜不睡守着他；他生意失败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，说拿去用吧，家里还有我。他当时觉得理所当然，现在才知道那些平淡的、沉默的付出才是真的珍贵。可惜他明白的太晚了。苏曼曼对沈墨琛的心思其实没有那么单纯。他从小和沈墨琛一起长大，确实喜欢过他。后来沈墨琛创业失败，一穷二白，他听了家里的安排，出了国。再回来时，沈墨琛已经功成名就，成了沈氏集团的掌门人。他后悔了，他开始主动接近沈墨琛。他有资本，年轻漂亮，有家世，有品位。他很快就把沈墨琛迷住了。在他看来，沈墨琛那个乡下妻子根本配不上他，他要做的就是取而代之。现在沈墨琛离婚了，他如愿以偿。可他没想到沈墨琛会输得这么惨。他从苏国栋的书房外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他知道父亲并不真的想帮沈墨琛，父亲的意思是沈墨琛现在一文不值，不如趁早撇清关系。苏曼曼心里有了盘算，他找到沈墨琛，说要带他去见一个贵人。那个人叫周家明，是苏曼曼在国外认识的朋友，据说背景很深，手里有大量资金，可以帮沈墨琛东山再起。沈墨琛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见面地点在一家高端会所的包厢里。周家明40来岁，戴着一副无框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，看起来像个学者。沈墨琛和他聊了一会儿，发现这人对自己的事情了如指掌，不由得心生警惕。周先生，您为什么愿意帮我？沈墨琛问。周家明笑了笑，沈先生是个人才，只是运气不好。我这人喜欢在别人低谷的时候出手，雪中送炭，回报率更高。沈墨琛将信将疑。周家明提出可以借给沈墨琛一笔钱，帮他成立新公司，同时帮他运作，争取把沈氏集团的股份拿回来。作为回报，沈墨琛要把将来新公司30%的股份给他。沈墨琛心动了，30%虽然不少，但如果能东山再起，这代价可以接受。他看向苏曼曼，苏曼曼笑了笑，说：墨琛，周先生是自己人，可以信。沈墨琛点头，举起酒杯，那合作愉快。他不知道林婉早就料到他会走这一步。陈立成把周家明的资料发给林婉，说：林总，沈墨琛果然去找周家明了。这个人是个掮客，和道上有些关系，但资金来路不明。沈墨琛要是跟他搅在一起，只会越陷越深。林婉看着资料，神色平静。让他去。他说他这个人不撞南墙不回头，等他发现周家明都不助他的时候，自然会更绝望。陈立成有些担心，他这么做会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？林婉摇头，不会。沈墨琛已经是强弩之末，翻不出什么大浪。周家明那种人最会看风使舵，一旦他看清沈墨琛没有翻身的机会，跑得比谁都快。
沈墨琛的新公司很快成立，周家明投了钱，但条件严苛，每一笔支出都要经过他的审核。沈墨琛感觉自己像个傀儡，但此时骑虎难下，只能忍着。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。沈墨琛的案子虽然在取保候审阶段，但案件侦办并未停止。林婉提交的证据太过详实，沈墨琛根本洗不干净。他的律师焦头烂额，每天给他打电话：“沈总，情况不太妙啊。”经侦那边查得很紧，检察院也介入了。沈墨琛每天在煎熬中度过。周家明催他要业绩，苏曼曼催他结婚，律师催他准备材料。他觉得自己像是被放在火上烤，翻来覆去都是煎熬。而这时，林婉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。他通过律师给沈墨琛传了一句话：“周末老地方见一面。”老地方是7年前他们结婚时租住的那个小屋子所在的那条巷子。沈墨琛看到这条消息，愣住了。他不知道林婉为什么突然要见他，但他还是去了。周六傍晚，沈墨琛去了那条巷子。巷子还在，只是周边的老房子拆了不少，只剩下这一片还没动。墙角长着杂草，墙上爬着青苔，电线像蛛网一样横在头顶，把天空割成一小块一小块。沈墨琛站在巷口，心里五味杂陈。7年前，他和林婉刚结婚时，租住在巷子里的一间平房里。房间不大，只有20平米，家具陈旧，冬天冷夏天热。但那时候日子虽苦，却有一种简单的温暖。他记得林婉每天在巷口的公共水龙头下洗衣服，冬天手冻得通红。他下班回来，总能在巷口闻到饭菜的香味。林婉站在门口，围裙上沾着油渍，看见他就笑：“回来了，饭马上就好。”那时候他还爱他，至少他以为自己是爱他的。一辆黑色的车无声地停在路边，车门打开，林婉走了下来。她今天穿得很素净，一条米白色的针织连衣裙，外面搭了一件浅驼色的大衣，长发散落下来，清清爽爽。她没让司机跟着，自己拎着一个袋子走了过来。两个人站在巷口，隔着几步远，四目相对。“你来了。”沈墨琛先开口，嗓子有些哑。林婉点点头，进去走走。沈墨琛犹豫了一下，跟在林婉身后走进了巷子深处。巷子里很静，只有远处的车流声和偶尔的犬吠。路灯亮了，昏黄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瘦。林婉走得很慢，她的高跟鞋踩在青石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“沈墨琛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”他问。沈墨琛当然记得。“记得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就住在这里。”林婉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他的眼睛很深，像两汪深潭，看不出情绪。“结婚7年，你带我走过很多地方，可每次路过这里，你都说忙，从没回来看过一眼。”林婉转过身，继续往前走。“你知道吗？我每年都会回来，一个人走走这条巷子，想想过去。”沈墨琛心头一紧。“你回来干什么？”他问。林婉轻声笑了笑，不知道，也许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那些日子，不要忘了自己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沈墨琛沉默了。他们走到了一扇斑驳的红漆门前，那是他们曾经住过的那间平房。门关着，贴着一张出租广告，纸张已经泛黄卷边。林婉把手里那个袋子递给沈墨琛：“给你的。”沈墨琛低头看了一眼，愣住了。袋子里是那盒巧克力。3年前那盒巧克力早就吃完了。
但盒子里装着别的东西，是一些零碎的小物件，2张电影票根，一条手工编织的手绳，一个已经磨花的硬币，还有一沓旧照片。那些照片是他们刚结婚时拍的。那时候没有钱去影楼，是林婉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了一个2手相机，2个人去公园里自己拍的。沈墨琛一张张翻看着，喉头像被什么堵住了。这些都是你的东西。林婉说，我离开沈家的时候只带走了自己，这些留着没用了，还给你。沈墨琛抓着那些照片，指节发白。林婉，他哑着嗓子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林婉没有回答，他看着那扇红漆门，目光悠远。沈墨琛，我不是没有给你机会。他轻声说，这7年我给了你无数次机会，每一次我都骗自己说你会回头，可你没有。你唯一给我的就是越来越深的失望。他转头看向他，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痛楚，但很快又归于平静。现在我不需要了。沈墨琛站在那里，像被定住了一般。林婉转身离开，他走得很稳，高跟鞋声渐行渐远，最终消失在巷口。沈墨琛低头看着手里的巧克力盒，眼泪无声地滑了下来。他忽然想起来，7年前他离开毛坪村时，林婉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也是这样看着他。那时候他在心里发誓，一定要回来接他。他回来了，可他忘了当初为什么回来。他把最重要的东西弄丢了。沈墨琛的处境越来越糟。周家明撤资了。他说，沈墨琛的案子进展很不乐观，继续投钱风险太大。他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，带着自己的团队离开了，连个招呼都没打。新公司成了一个空壳。沈墨琛用仅剩的钱付了员工工资，然后把办公室的家具变卖一空。苏曼曼也走了。他看沈墨琛彻底翻不了身，就跟着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富二代去了巴黎。临走前，他给沈墨琛发了一条消息，墨琛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不合适，祝你幸福。沈墨琛看着那条消息笑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。苏国栋倒是厚道，没有把苏曼曼的离开怪到沈墨琛身上，还给了他一笔钱，说拿着，别乱花，找个律师好好打你的官司。沈墨琛拿着那笔钱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他的案子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，检察院准备提起公诉了。罪名有3项：挪用资金罪、职务侵占罪、行贿罪，每一条刑期都不短。他的律师告诉他，沈先生，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争取林婉女士的谅解。如果他愿意出具谅解书，法庭可以从轻处罚。沈墨琛沉默了，让他去求林婉，他做不到。但除了这条路，他别无选择。他犹豫了3天，终于还是拨通了林婉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几声，接通了。林婉的声音平静而疏离，喂，是我。沈墨琛说，我知道。林婉的语气没有任何波澜。沈墨琛深吸一口气，林婉，我们能谈谈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谈什么？我的案子。沈墨琛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律师说，如果你能出具谅解书。沈墨琛。林婉打断了他，声音冷了下来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原谅你？沈墨琛被噎住了。你7年前向我承诺的东西，你兑现过吗？林婉继续说，你背叛了我，羞辱了我，把我当空气一样晾了7年。现在你落难了，想起来求我了。沈墨琛，这世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。沈墨琛握着手机，手心全是汗。
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是真心的后悔。他的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颤抖。林婉在电话那头笑了。沈墨琛，你的后悔来得太晚了。他说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电话挂断了。沈墨琛听着听筒里的忙音，像听到了命运的宣判。那一刻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无路可退了。1个月后，沈墨琛的案子一审开庭。他坐在被告席上，穿着灰色的囚服，消瘦了很多。旁听席上，零星坐了几个人。他的母亲王桂芬坐在角落，不停地擦眼泪。苏国栋也来了，脸色凝重。林婉也来了，他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，穿着一件黑色大衣，戴着墨镜。他的表情看不清楚，但沈墨琛知道他就在那里。法庭上，控方出示了大量证据。林婉的律师团队提供了详尽的材料，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清清楚楚。沈墨琛的辩护人尽力做了辩护，但证据太过确凿，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最终，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沈墨琛犯挪用资金罪、职务侵占罪、行贿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，追缴全部非法所得。听到判决的那一刻，沈墨琛闭上了眼睛。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他站在毛坪村的那棵老槐树下，对林婉说，等我毕业了，我回来找你，我带你离开这里。那时的他是真的想带他走，可现在他真的走了，而他也真的回不去了。沈墨琛入狱后，林婉没有去看过他。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新公司的运营中。晚晨集团成立后，在陈立成的协助下，快速完成了管理层调整和业务重组。公司的股价在短暂波动后逐渐企稳，并开始稳步上涨。林婉的表现让所有质疑他的人都闭了嘴。他不是靠运气走到今天的，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精准。在处理完沈墨琛的案子后，林婉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。他开始布局新的业务，新能源、医疗健康、消费升级，他一个接一个的拿下项目，晚晨集团的版图不断扩大。媒体开始关注这位神秘的女总裁，称她为资本市场的奇女子。但林婉始终保持着低调，她很少接受采访，也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。她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团队，自己则默默地站在幕后。这一年深秋，林婉回了毛坪村。她走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。毛坪村已经变了样，过去那些破旧的土坯房大部分都被砖瓦房取代了。村口的老槐树还在，只是比记忆中更老了，树干上多了许多裂痕。林婉站在树下，看着那些熟悉的山水，心里有些恍惚。一个老太太从旁边经过，盯着林婉看了半天，忽然叫起来，这不是林老三家的婉丫头吗？你可算是回来了，你娘天天念叨你呢。林婉笑了笑，从包里拿出一些钱和营养品，让老太太带给她母亲。她还在村里做了一件事，捐了一所小学，学校以她的名字命名，叫林婉希望小学。奠基仪式那天，村里的孩子们都来了，他们穿着新校服，站在崭新的操场上，笑得灿烂。林婉看着那些孩子，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自己，那个站在村口望着远处的山路，盼望有人来带她离开的小姑娘。现在她自己成为了那个能带别人离开的人，她觉得很满足。1年后，秋天，林婉坐在晚晨集团顶楼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照在她身上，暖洋洋的。
陈立成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报纸。林总，你上头条了。他说。林婉抬头接过报纸，标题写着婉晨集团董事长林婉，从全职主妇到商界女王的传奇逆袭。文章详细讲述了林婉的创业历程，当然对于她和沈墨琛的往事只字未提。这是林婉的要求，她不想让别人把她和沈墨琛捆绑在一起。写得还行。林婉放下报纸，不过有些地方太夸张了。陈立成笑了，媒体嘛，总要有点噱头。你现在是全民偶像了，今天早上还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打电话来，想约专访。你看，推了吧？林婉说，我不喜欢这些。陈立成点头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忽然停下来，说，对了，林总，有个人在楼下，说想见你。我让人拦了，但他说你一定会见他。林婉抬头，谁？沈墨琛的母亲王桂芬。林婉愣了一下，他想了想，说，让他上来吧。几分钟后，王桂芬出现在林婉的办公室里。她比1年前苍老了许多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佝偻了，走路有些颤巍巍的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，手里拎着一个布包，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。她站在林婉面前，嘴唇哆嗦着，忽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林婉，妈求你。林婉站在原地没有动，她看着这个曾经处处刁难她的婆婆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沈夫人，她说，您起来吧。有什么话坐着说。王贵芬不起来，她跪在地上，泪水横流。林婉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好，我该死。可墨琛他是你的丈夫啊，他已经在里面了，判了12年。他身体不好，再这么下去会死在里面的。你行行好，给他请个好律师，帮他减刑。求你了。林婉看着他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沈夫人，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平静，我帮不了他。王贵芬抬头看着他，满脸泪水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有能力，你现在是大老板，你能帮他。林婉走到王贵芬面前，蹲下身，平视着她的眼睛。沈夫人，12年前，沈墨琛去我老家，摔伤了腿，是我照顾他，伺候他。7年前，我嫁进沈家，伺候您，伺候他。这7年，我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你们沈家的事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晰。可沈墨琛是怎么对我的？您又是怎么对我的？王贵芬低下头，不敢看他。我受够了。林婉站起来，俯视着跪在地上的王贵芬，您回去吧，我不欠你们沈家什么。王贵芬哭着走了。林婉站在窗前，看着远处。秋天的风卷着落叶在空中打旋，像极了那些被风吹散的往事。他掏出手机，给陈默打了个电话。不对，这个故事里没有陈默。他给陈立成打了个电话，陈总，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饭，我请客。电话那头传来陈立成的笑声，林总请客，当然有空。林婉笑了，他挂了电话，坐回办公桌前，继续处理手头的文件。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。林婉看了一眼时间，合上电脑，拿起外套，走出了办公室。从今往后，他的每一步都只为自己而走。全文完。